楼房里面包裹的就是农村，看这里面都是平房了，对吧？外面大街上全是高楼大厦，里面包的全是小平房。这以前就是一个村儿，现在发展的都被楼房包住了，里面还是这种村儿的模样。这就是我们北方，你看家家户户的门都这么大，开个车都能进得去。然后后边你看全是楼房，看到吗？外边那都是沿着马路盖的楼房。来这里到我们二姐家，给她看一下，她住了10几年的房子，然后这个窗户说一直打不开，想让我给把这个窗户想办法弄开了。在城里面住这个平房啊，这比较接地气儿，这比楼房都好。这是卖水果的筐子，这些筐子老值钱了。这种窗户呢，还是很久以前的那种木工自己做的这种窗户，然后一直没有开过。隔几年刷一次油漆，隔几年刷一次油漆，导致这个窗户都被油漆给糊死了，开不了。我取了角磨机，打算用角磨机上这个薄一点的切割片，沿着这个窗户缝隙呢，把它给切了。这个切割片就是比较薄的，这也可以说是算大杂院。然后好几个小孩，他们长大以后回忆童年呢，不光只有手机啊。大致情况方案就这么定了，戴上我的护目镜，我也有口罩，这样的话切割起来这个木屑呢，不至于把眼睛给迷了。小姨夫，你小心点。这油漆也糊得太死了吧，可能是这种木框它一直不开，常年积累，它有点变形了，感觉是推不动。如果是太用力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个窗户玻璃给震碎了，我也不敢太用力。然后我出去又重新捋了一遍，把那个缝隙呢直接给它切透了。全部切透了以后，这样感觉应该能开了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找了一个螺丝刀，用这个螺丝刀撬吧，推的话完全推不动。听这个声音啊，好像粘得特别紧，特别皱。靠近荷叶这一边呢，也是刷油漆刷得太厚了，这样开的话，那个声音你感觉特别憋劲。哎，处理完以后这就比较好开了。反复的开关了几次呢，就是有一些变形的地方呢，就给它打磨，把那些凸出来的地方呢，重新磨一下。这些变了形以后凸出来的地方呢，就关的时候它会硌窗户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呢都得磨掉。要干咱就把这个活干好，弄到它好开好关。这个房子呢一共是有2个窗户，这边的和那边的也要弄一下。据说这个窗户以前是开过的，最后油漆糊上也开不了了。那这个应该是好弄，就把这些有油漆的地方呢给它切通了。在我们这里，就像这类型的窗户，那都是20多年前木工自己做的。我们农村里边也是这样的窗户。不过现在居住的好多都已经把这种窗户都拆掉了，换成这种铝合金的了。他家马桶的这个上水器呢，说一直不灵活，有时候冲完水以后这个不归位，就卡在这里了。顺便帮忙给弄一下。他说这个不响。这种马桶呢也是统一改造给装的，都是那种工程款，所以这个上水器不好的都可以自己换一个。后期如果再不好的话，我只能给他换一个新的了。现在我坐的位置呢，这就是我们北方真正意义的炕，那个就是灶台，灶台可以做饭，那里边可以烧煤烧柴，然后炕上呢它是有炕洞的，就是烟就从炕洞里面绕几圈然后出去。
当你饭做好了，这个炕也烧热了。